从放完过年连假之后，你是不是又回到那个一想到工作就厌世的状态呢？这个现象很可能是所谓的职业倦怠哦。而究竟职业倦怠的成因是什么？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度过这些倦怠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很多人对于上班工作的感觉，都是为了赚一份足够温饱的薪水，所以不得不贡献自己的劳力、脑力还有时间。因此，很多人常常会觉得不想上班，不知道为何上班而感到痛苦。而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职业倦怠。随着近期的心理健康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19年的时候 ，WHO 就把职业倦怠纳入了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当中。而这个新版的标准，从今年的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了。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做过一集来聊职业倦怠到底算不算职灾。不过今天这一集会更聚焦在讨论职业倦怠本身的身心状况、成因还有疏解的方式。而在影片最后，我们也会来聊聊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职业倦怠的人，到底是不是自己太草莓，还有现代人的抗压性真的有比较差吗？等等的疑问。那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游戏一直出，让你好心动，但荷包有限，不知道该怎么取舍吗？没有关系哦 ，Xbox Game Pass 可以让你用便宜的价格无限畅玩上百款游戏，重点是现在还全面大降价哦，只要原本的6到7折。它是微软推出的游戏订阅服务，除了有他们自家推出的《极限竞速》、《最后一战》以及 EA 还有 Bethesda 的经典大作《战地风云》和《上古拯救》之外，2022最新的游戏阵容还包含了《穿越火线 X》、《战役任务》、《永恒边缘》、MLB The Show 22、《星空》、《瘟疫传说》、《安魂曲》等等，非常的丰富。而这些游戏价格可能原本至少都要几百块到几千块，但现在大家只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案，不只可以用最低首月30元的价格一次入手，之后喜欢想要续订的话，每个月也只要不到300元。像是给 Xbox 主机玩家的 Game Pass 呢，或是给电脑玩家的 PC 方案，续订每月都只要199元。而主机、电脑我全都要的 Game Pass Ultimate 也优惠只要299。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加入 Xbox Game Pass 吧。职业倦怠也有人会把它叫做是工作倦怠，那英文呢都是 burnout， 指的是在职场上面因为长期没有办法处理或是调适工作压力而导致的一种身心状态。那根据 WHO 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的叙述，职业倦怠的判定标准有3个，分别是1，当事人觉得自己能量耗尽或精疲力竭；2，觉得自己跟工作的心理距离拉长，也就是感觉很抽离、很无感，又或者是对工作感到消极和愤世嫉俗；3，专业效能降低，例如无法发挥该有的能力，又或者是效率下降等等。而这3种状况呢，必须要同时出现才符合所谓的职业倦怠。不过，虽然职业倦怠被归类到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当中，但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疾病。2019年公布新版的标准的时候 ，WHO 就发现说，各家媒体误以为职业倦怠是疾病，还紧急的发声明稿说，其实职业倦怠不是病，而是属于会影响身心健康，让人不舒服而想要寻求医疗协助的一种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职业倦怠虽然还不是病，但不好好注意自己的状况的话，那你的身心状况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成其他更严重的心理疾病。那既然职业倦怠那么的严重，那么当职业倦怠出现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的征兆或者是症状呢？一般来说，职业倦怠的人呢，都是长期承受了对自己来说太过庞大的工作压力。在刚开始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想要试着努力看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出一点好的成果。但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或者受到肯定的话，长期下来，这种无力又无助的心情和压力，就会出现心理过度负荷和情感枯竭的状况。有的人会失去对于工作的热忱，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要上班，甚至变得越来越消极，对一切的事物都变得很无感。也有人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对公司或者组织没有贡献的废物，甚至是否定整个人的自我价值。而此外，长期处在压力状态之下，也可能会造成睡眠问题，进一步的影响身体健康还有大脑的认知功能。举例来说，职业倦怠的人很可能会感觉睡再久都还是很累，又或者是出现慢性疼痛啊，还有消化系统的问题。而在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职业倦怠的人还会常常有所谓的认知疲劳的状况，例如变得很难集中精神，思考变慢，甚至是脑袋转不过来的感觉。
职业倦怠特别容易发生在助人工作者的身上，像是这个医疗人员啊、社工还有老师等等呢，都是高风险族群。而根据国外的研究调查学校老师的这个职业倦怠比例大约是30%，而医师的比例更是高达了67%。此外呢，也有一些报道指出，在学术界，无论是已经有教职啊、博士后还是博士生，职业倦怠的比例都很高，甚至曾经有一份科学界的调查指出，有高达3到4成的博士生常常有中重度的忧虑啊，或者是焦虑的这个情绪。但实际上呢，职业倦怠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根据研究的调查跟估计如果不区分职业类别的话，平均来讲，大约有10% 的人有职业倦怠，也就是说，职业倦怠其实并不少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人职业倦怠呢？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没有抗压性，烂草莓一颗，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才会让自己感觉职业倦怠。而根据研究结果，如果从人格特质来区分的话，会发现其实责任感越高、抗压性越高的人，职业倦怠的比例也越高。而越觉得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中的一切，或是对于工作的期待越高的人，也越容易遇上职业倦怠的困扰。所以并不是因为自己太废或者想要逃避才会职业倦怠，反而很有可能是因为过度要求自己才导致倦怠的发生。事实上，目前研究还没有找出职业倦怠真正的原因，但有发现6种高风险因素，而它们又可以粗略的分成了2大类。第一大类因素呢，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标准，无论是自己的标准，或者是公司上司的标准，都属于这一类。比如说，常常会觉得工作量太大，怎么加班都做不完，或者是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没有控制感，总是呢会半路杀出雷同事啊、恐龙主管啊，或者是客户，让你总是处理到心很累。又或者是忙得像狗一样，但总是缺乏金钱的奖励，或者是口头上的鼓励等等。而第二大类因素呢，是缺乏社会支持。比如说，你面临职场人际互动问题，无论是被孤立啊、被霸凌，又或者是被上司大小眼不公平对待，都跟职业倦怠有关。那还有一种因素，则是你不认同自己的工作，觉得很废、很无聊，甚至觉得自己像在骗人，是老板的帮凶等等。只要工作无法满足你个人内在价值追求，很容易会不知道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可能会提高职业倦怠的风险。而这边也要强调一下所谓的风险因素，意思是说，在很多职业倦怠的人身上都能够看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但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说，遇到了这些因素就一定会导致职业倦怠。不过，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倒是可以把这些征兆看作是警讯，提醒我们自己说我应该是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了，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比较好。调试职业倦怠的方法最重要的，或许是先去了解在自己的工作上有哪些地方出状况了，我们才有办法去知道自己有可能可以怎么办。这边我们可以试着从公司的职场环境跟自己的个人特质2个角度去思考。比方说，如果觉得自己一直压力很大，一直很疲劳，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问题有可能是工作量太大，也有可能呢是自己在下班之后却还是在担心工作，导致自己无法好好的休息。不同的情境就会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来处理。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泛用的建议的话呢，很多医师啊、心理师等等的专业人士都会建议要想办法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抒压放松的方式，不论是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请个长假好好休息，又或者是找个可以信任的家人、朋友或同事聊聊，获得社会支持等等，都是不错的方法。此外，在个人特质的部分呢，也许可以试着调整追求完美的心态，以及想要努力迎合别人期待的想法。这样的特质虽然很棒但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尤其是当我们遇上了很难达成的目标时，这样的心态反而容易让人觉得很挫折。而另外一方面，改变工作环境也是一种很多人在讨论的方式。例如，很多人会建议，如果倦怠了，或许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但换工作真的是个好方法吗？如果你觉得职场环境真的让人很受不了，离职当然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因为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自己继续待在一个很消耗的环境当中。只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辞职再找新工作毕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难肯定新的公司就不一定会发生一样的问题。所以也许先试着在公司内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调整的可能性，例如跟人资聊聊调转部门啊，或者职责的调整等等。有的时候光是公司内的职责调整呢就会有蛮大的帮助。等到确认了公司内部调整的选项都不适合之后，再来思考离职的选项，这样或许会是风险比较小的做法。
我们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发现职业倦怠的问题似乎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讨论，所以也有看到有人疑惑说，为什么好像以前很少见？是现代人的身心状况特别不好吗？还是那些说自己职业倦怠的人都太懒惰，不想要好好工作才会这样说呢？我们翻找了一些资料之后，在一本韩国医生写的谈论职业倦怠的书里面，看到作者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些分析。他认为职业倦怠越来越常见，有一些社会性的因素存在，包含过度强调工作的加班文化和追求成效的工作文化，还有社群网站上面互相比较的心理。这几项因素加起来，的确让现在的我们在心理压力的部分比几十年前更加辛苦。但同时，我们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呢，也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好，因为当越多人重视心理健康，越多人愿意敞开心胸的谈论职业倦怠的问题，那我们就越有机会能够及早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是告诉身旁的亲友，这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无论你喜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建议，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法，获得社会支持，还有放下完美主义的心态，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好的，那今天的提问呢，想来问大家你曾经有过职业倦怠的感受吗？我当时每天早上起床都很厌世，周日晚上想到隔天要上班呢，就会很不舒服。比我当时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无感，无法好好的放松休息，也提不起劲工作。所以我没有职业倦怠的经验，目前呢都是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提起它，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职业倦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周六3日的讨论，以及其他77心理学系列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